印度一直有一个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梦，多年来多次谋求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想获得一票否决权。隔一段时间，印度就会向联合国递交一次申请，但每一次都被直接驳回。印度拥有核武器，拥有航空母舰，拥有最多的人口数，拥有广袤的土地，建国时和中国拥有几乎一样的 GDP。从硬件条件来看，印度是相当不错的。它也一直以亚太地区领导者的身份自居，但是就这么点条件，想和地球五大霸主平起平坐，差太远了。每一个联合国五常都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是五常给了联合国权力，而不是联合国给了五常权力。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在五常中的地位。在电影《流浪地球》里，空间站智能生命莫斯证明自己没有叛逃时，给出的证据就是这个撤离行动已经获得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授权，所以莫斯放弃人类的撤离行为合法。地球上有数百个国家，但是只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事情，那就是法律。联合国是靠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授权才获得了合法性，而五常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则是靠实力拼出来的。想成为常任理事国，一个最基础的入门条件就是和现在的五常之一打上一架，然后安然无恙地扛住对方的报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是靠继承当初中华民国换来的，这个说法大错特错。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是靠自己打出来的，甚至现在的五常里面，战绩最牛的就是新中国，和原来的老五常全部干了一架，然后居然还活得好好的。英、法、美、苏、中，世界上的原五大强国、原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都揍过，发起狠来连自己都揍。所以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谁都无法动摇，这是一系列的战绩带来的地位。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为什么联合国有权利裁决其他国家的命运？那是因为有五常的存在，任何国家不听联合国的话，只要五常达成一致，分分钟把这个国家给修理得服服帖帖。最新一个敢于把五常得罪一遍的愣头青叫卡扎菲，坟头草都3米高了。联合国的权力来源于它能让不听话的国家变听话，否则它的所有命令就是一纸空文。但是刚成立的联合国就立刻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被挑战了权威。整个地球的人都发现，在亚洲地区陆地范围的事务，如果新中国不配合，哪怕其他所有国家都点头也没有用，联合国的命令就是一纸空文。就算美国亲自上场也还是没用，只要中国不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就不需要讨论亚洲陆地上的事务了，因为出兵干涉都没用，用嘴讨论当然更没用。联合国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和英、法、美在朝鲜干了一架，又和苏联在珍宝岛干了一架，中华民国被新中国给灭了。可以说新中国是把老五常给得罪一遍的狠人，但是中国活得好好的，每天都活蹦乱跳，所以最终看中国很不顺眼的老五常们只能让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常之间经常互相坑，被坑了还互相没辙，只能想办法找机会坑回一把，挽回面子。所以大家坑来坑去，觉得损人不利己，不如坐在一起开个会，尽量避免因为误会造成什么冲突而产生不必要的损失。联合国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只知道坑五常，扛不住五常的报复，那你就是卡扎菲；如果扛得住，那五常好酒好菜招待你，从此你就是世界第6常。印度就想通过坑中国来成为世界第6常。1950年代，印度兵强马壮，平非暴力不结盟运动成为了第3世界的领袖。印度的军队也很强大，在二战中，印度出动了几百万军队，加入了英军序列，同精锐德军和日军都曾展开过激战，表现相当不弱。当时印度宣称自己的军队亚洲无敌，哪怕中国解放军也不在话下。印度建国时要求按照英国人沿着喜马拉雅山画的麦克马洪线划分中印领土，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中国的拒绝。但是印度经常偷偷摸摸派兵入侵中国实控区搞事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中国在朝鲜打赢了美国，这事印度知道，但是麦克马洪线上的争议领土对印度地形很有利，印度这边是大平原，一马平川，可以随意出兵。而中国那边想出兵，要通过青藏高原，再翻过喜马拉雅山，才能进入争议领土，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印度有恃无恐，要是中国敢来，就利用喜马拉雅山给解放军带来的后勤劣势，把解放军堵在大山脚下，狠狠收拾一顿。
对于印度越来越嚣张的行为，中国给予了严厉的警告，劝印度悬崖勒马，但是没有用啊。印度压根儿就不认为解放军敢越过喜马拉雅山打它，地理优势足以抹平解放军的战斗力。既然谈不拢，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在互相摩擦扯皮3年后，1962年，中国发动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在战前，解放军高度重视印军的战斗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作战会议上向指战员强调，我们面对的是印度的王牌部队，比不上蒋介石军队的主力，但是不可小觑。我们要拿出打国民党第181旅和第1一师的劲头来，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还要准备打第2仗、第3仗。随后，西藏军区出动3个边防师，打了一场局部战役。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历时32天，其中真正作战时间15天。最终，我军阵亡722人，负伤1697人，歼灭印军8853人。其中击毙4885人，俘敌3968人，俘虏印度达维尔准将，缴获各种枪支6400多支，各种火炮380门，火箭筒和掷弹筒144具，坦克9辆，汽车437台，直升飞机5架，各种枪炮弹420多万发，大获全胜，差点逼得印度政府要撤离新德里。在对印作战中战斗英雄庞国兴带领的3人小组和组织失去联系后，突入敌后，遭遇敌军一个炮兵营，直接将其击溃。庞国兴归队后给组织做报告的时候，当谈到为什么要攻击这支炮兵营的原因时，给出的回答居然是：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因为这个原因，庞国兴就要揍这个炮兵营，还在混乱中打崩了这个炮兵营的心理防线，导致其溃散，简直是迷之霸气。战后，我军评估了印军的战斗力，曾做出明确结论：印度表现较好的王牌军队，战斗力差不多相当于国民党军中等部队的水平，比不上国民党5大主力。所以当年新中国建立，不是国民党军太差，而是解放军太强，强的有点逆天了。1949年的美国人曾经很看不起国民党军队，直到1年后在朝鲜战场上自己遭遇了解放军，才醒悟到其实国民党军打得还真不错。1962年中印战争直接把印度拉下了第3世界盟主的宝座。很多小弟发现印度如此不堪一击后，对印度失去了敬意，转投中国。打赢现任5常之一是成为第6常的最低条件。被中国战败后，印度就彻底失去了成为6常的资格。印度经常说他现在有核武器，有航母，它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了。但是很可惜，中国也早已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前几年，印度士兵又在中国实控区内挑衅，被中国解放军一脚踹飞。印度除了抗议，啥事儿也不敢干。1952年，中国打赢了美国；1962年，中国打赢了印度，这让世界承认了新中国的实力，但还不足以让美苏捏着鼻子承认中国是常任理事国。1972年，中国能成为常任理事国，这临门一脚的力量是洲际导弹送过来的。中国的陆军的确天下无敌，就算是同样擅长陆军的苏联，1969年和中国在珍宝岛爆发战役后，也没占到中国便宜。但是中国的空军和海军不行啊，只能影响自己国门口那一小块，没有干涉世界的力量。美国要打朝鲜，中国说不，那美国的确打不了。但如果美国要打古巴，你中国说不，还有用吗？有本事你的陆军飞过来啊！真正的常任理事国具备的一票否决权，这个否决权不是别人送给你的，是你自己凭本事赢来的。5大常任理事国任意其一，对地球上任意一个地方的事物说不。如果其他国家敢乱来，他都有能力能给你搅黄，这才叫常任理事国。虽然1969年中苏冲突里，中国再次证明了自己陆军的实力，但是中国离常任理事国的实力的确还差了一点。中国军力的海外投送能力太弱了，当时的中国很穷，不是一般的穷，烧钱的海军和空军真养不起。但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和1971年洲际导弹的发射，让中国第一次具备了干涉全球事务的能力。1971年9月10日，世界上第1枚东风5洲际导弹试射，导弹起飞正常，1、2级按时分离。但是因为导弹上计算机软件出现了问题，导致2级发动机提前6秒关机，造成了导弹落点比预设目标偏移了几百公里。但是中央亲自为这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定性飞行实验基本成功，不能认为是失败。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定性不是中国人定的，是1个月后全世界定的。这次洲际导弹的试射虽然偏移了目标几百公里，但是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拥有洲际距离的武器投送能力，只需要反复矫正，获得射击精度只是时间问题。加上中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这些结合在一起简直太可怕了。当一个陆军无敌的中国拥有了洲际导弹和核武器，它就获得了影响世界的能力，而且其他国家还没办法把它怎么样。中国已经申请入场很多次了，一直失败。但是东风5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让中国终于成功入场，获得了世界承认的一票否决权。1个月后，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的多数票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权利，将国民党代表摔出了联合国。这个投票其实只是走个形式，因为5常都具备一票否决权，5常有一个不同意，所有人都支持你也没用。但是这次投票，1952年和中国在朝鲜打生打死的美国人保持了沉默，1969年刚和中国在珍宝岛干了一架的苏联也保持沉默。更具备黑色幽默的是，代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也没有对这个要把国民党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使用一票否决权，自己同意枪毙自己。一票否决权这东西放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手里就是废纸一张，给了他都不敢用。这东西放在新中国手里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权。为了这一天，中国争取了20年，在洲际导弹试射1个月后，中国的这个梦想实现了。为什么洲际导弹这么可怕？因为导弹的突防能力天下第一，面对导弹10防9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洲际导弹拥有跨越一切战略纵深的能力，不管你在哪，哪怕离前线108000里，都有被炮火覆盖的危险。在洲际核导弹面前，大后方可能比前线还危险，所以洲际核导弹对统治者具备致命的威胁。二战时期，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都是统治阶级，但是在前线流血牺牲的都是平民阶级。直到日本败局已定时，日本天皇还在鼓动所谓1亿玉碎计划，哪怕流尽日本人的血，也绝不投降。因为二战时武器的局限性，哪怕飞机大炮威力再大，也炸不到统治者。德国的希特勒一直到苏联红军的大炮把柏林都炸碎了一半，才吞枪自杀。而日本天皇也是在东京大轰炸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才被迫投降，不打到敌国首都就没办法结束战争。这一切都随着洲际核导弹的发明而结束了。198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0多亿美元。那一年，中国做了一笔大买卖，以35亿美元的价格向沙特出口了35枚东风3中程导弹，不是东风5，只是东风3，射程2800公里的中程导弹而已。区35枚，中国就卖了35亿美元，直接把国库的外汇储备翻了2倍。沙特有没有当冤大头呢？当然没有。这种镇国杀气根本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存在。收到货后，沙特立马把这个宝贝给藏了起来，整整藏了30年，一直到2014年4月29日的阅兵仪式上，沙特才舍得把老古董东风3拿出来亮相。沙特为什么这么宝贝东风3？因为这确实是个宝贝。沙特的导弹基地1989年才建好，第2年就立功了。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不到1天，科威特全境沦陷。伊拉克10万大军兵锋直逼沙特东部领土，沙特紧急启用东风3中程导弹，将35枚东风3全部对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一切都在沙特电视台里全程直播，向萨达姆隔空喊话。沙特的意思很明确，伊拉克你尽管来，你要是敢越界，我这35枚东风3就挨个发射，谁都不炸就炸你。萨达姆本人出来一次炸你一次，有本事你一辈子窝在地下别出来。于是萨达姆马上就冷静了。沙特压箱底的东风3早就被中国淘汰不用了，但是一直被沙特当成宝贝藏起来。国和国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在2009年大阅兵仪式上，我国就曾让射程达到11000公里的东风31A 洲际导弹进行过亮相。这个图中只有12枚东风31A 洲际核导弹，大家可能觉得不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已经是很大的武力威慑了。仅仅这一张图就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至少有12枚以上的东风31A 洲际核导弹。对于很多小国而言，这些武器可以做到一弹灭一国。所以一旦有10月1日国庆大阅兵，不管你那天在忙啥，一定要记得收看。
那可是10年一次，机会难得，而且里面一定有洲际核导弹方阵。当你看到压轴的洲际核导弹方阵时，可千万别看看就过去了。这玩意儿比你前面看的所有武器捆在一起，威力还要大。这是中国的王牌和底牌。如果你的朋友是个外行，觉得他还没火箭炮好看，记得把我这篇视频发给他，给他扫扫盲。时间来到2025年9月3日的胜利日大阅兵，看到了压轴登场的东风61高超音速核导弹，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国之重器。作为东风系列家族的最新成员，东风61不仅拥有超过15000公里的打击半径，能够覆盖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其搭载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更让现有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当这一枚枚通体漆黑、威压十足的巨兽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全世界都保持了沉默。这种足以一弹定乾坤的绝对实力，让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无论是南海的波涛，还是台海的云烟，在东风61的射程之内，一切挑衅都显得苍白无力。它标志着中国不仅拥有了守护家园的盾牌，更拥有了平定乾坤的长剑，让中国的国际常任理事国地位稳如泰山。要知道，中国如今的地位和你今天的和平生活，至少有一半就是这小小的洲际核导弹方阵带来的。当导弹的尾焰划破长空，那是尊严在轰鸣，是底气在升腾。因为中国崛起了，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